我们总在寻找爱，渴望被理解、被接住、被珍惜。在关系里、梦想里，每一个不安的夜里，我曾以为爱是一种得到，是别人给我安全感，给我温柔，给我存在的价值。于是我努力付出，讨好，迎合，只为在别人的回应中找到一点点自我肯定的证明。但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疲惫，因为当我依赖外界给予，我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叶子，随着他人的情绪起伏飘荡，无法安稳地停留在任何地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着一朵晨间盛开的花，心里忽然涌上一句话：爱不是等待，而是一种存在。我从没想过，原来我可以选择不再向外索取爱，而是直接成为爱。不是去爱谁，去证明什么，而是单纯的让自己成为爱的状态。那是一种频率，一种宽容，一种开放，一种安静但深刻的选择。我就是爱。当我开始这么做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世界会因为我的改变而改变。那些原本紧绷的关系慢慢松动，那些总让我感觉无力的场景也开始出现空间。我不再焦虑，不再紧抓，不再等着谁来肯定我，因为我不再需要别人证明我值得。我自己已经先选择成为那份爱的源头。爱从我里面涌出来，从我看待自己的方式开始，从我对话时的语气、眼神、选择的行动里开始。我开始对自己温柔，也对世界放下防卫。这不是一夜之间的奇迹，而是一种慢慢转变的内在秩序。当我调整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，世界也开始回应我一种新的节奏。它不再那么让人焦虑，而是像一片海，虽然依然有浪，却让我感觉被承接。我开始理解，原来这就是灵性的根本，不是改变世界，而是改变自己与世界之间的能量流动。当我成为爱，我吸引来的不是那些会给我爱的人，而是那些也愿意共鸣爱的人。因为我不再以匮乏的频率发出讯号，而是以饱满的状态对其丰盛的实相。我也不再用期待回报的方式给予，而是知道每一份从我内在自然流出的善意，都是为我自己创造更高振动的环境。那是一种无形但深刻的创造。当你成为爱，你不只是影响你的生命，你也在为整个能量场注入新的秩序。而那份秩序不是严苛的规则，而是一种柔软但有力量的和谐。世界开始依着你的爱而重新排列，不是因为你操控了什么，而是你回到了最真实的能量中心。成为爱，不是牺牲，不是妥协，不是委屈自己，而是从内在升起一种清明的稳定，一种温柔的力量，让你在每一刻都活得像自己。你不再想我该怎么被爱，而是开始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爱。这样的你将不再依赖谁的回应，因为你早已选择成为回应本身。有些时候，我们不是真的不快乐，而是心里太暗了，看不清幸福的模样。我们走在这个世界上，太容易把目光放在别人的期待、外界的标准、生命的缺口。久而久之，内在就像一间久未开窗的房间，积满了尘埃与沉默，连光都进不来。我曾经也是那样的，我以为要先变得更好，更稳定，更成熟，
更懂得怎么做人，我才有资格打开自己，被看见，被爱。但原来，真正的转变不是变得更好，而是让自己开始愿意看见，看见自己的渴望，也看见自己的恐惧，看见自己的坚强，也看见脆弱中那份细腻的柔软。那一天，我静静地坐在阳光洒落的窗边，感觉到身体一层层地松下来。我没有做什么伟大的选择，只是突然间愿意让光照进来，不是剧烈的爆发，而是一种缓缓展开的温柔。我开始看见自己一直以来如何委屈自己，如何在别人面前压抑真实的声音，如何在每次微笑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深深的孤单。那不是一场忏悔，而是一种回家，回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，回到那个不需要努力证明就值得被爱的自己。而那一刻，我的世界开始变了，不是外在立刻发生了什么奇迹，而是我看东西的方式变了。我开始发现，原来身边那些一直都在的美好，从来没离开过，只是以前的我太忙着躲在黑暗里，怕自己不够好，所以没能看见。光不是从外面照进来的，光是从我愿意打开自己的那一刻升起的。当你肯定自己，世界也会开始肯定你。当你愿意相信自己，宇宙才得以回应你。当你温柔地看见自己，世界也会用温柔回望你。那是一种极深的连结，不是靠外界回馈来建立自信，而是靠自己选择对自己的信任，点亮内在的光源。每一次看见，都是一次觉醒；每一次理解自己，都是为世界打开一扇窗。当我这样做了，我发现周围的能量开始回应我，人们变得柔和，机会变得靠近，甚至连以前令我焦虑的场景也开始变得友善。我没有改变世界，我只是先看见了自己，而那样的看见让整个世界开始发光。不是因为我学会了什么技巧，而是因为我愿意卸下武装，让光真正照进心里的缝隙。那里曾是伤口，如今成为入口。入口的另一端是宽容，是爱，是自由的呼吸。你会明白，世界从未冷漠，它只是等待你先温柔地拥抱自己。从那天起，我不再急着被看见，我开始每天练习看见自己，看见此刻的感受，看见内心的波动。即使不完美，我也愿意说，我在这里，我看见你了。当光照进心里，不只是你的生命被点亮，整个世界也会因此开始闪闪发光。我常觉得，这几年世界的光越来越亮了，不是科技制造的光，也不是人工投射的那种刺眼，而是一种细致、流动、温柔的光，像春雪融化时，光柔滑地滑进每一片叶子。起初我以为那是错觉，只是我越来越渴望光，才开始在黑暗中看见光。可越深处走，我越明白，这光不是幻觉，它真实地存在着，存在在这个地球的频率里。那是地球的光，也是我们的光。如果能把地球当作一个生命看待，那正是一道光在扩散，那是人心开始回亮的征兆。我开始追溯，它从何而来？是当人们愿意在这混乱与恐惧中，仍不忘选择爱。当我们用爱去理解失去的痛，
用爱去拥抱自己的阴影，用爱去创造，不只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众人。那种爱像一股能量场，唤醒了地球每一个角落。每次我看到人们静静为自己疗愈，或为彼此守望，或为自然发声，地球的光就更强了些。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多么光辉，而是爱的频率在扩散，让地球的振动整体上升。光不是量的累积，而是品质的共鸣，是一片土地被滋养的感觉，是一段关系得以执着转化的流动，是我们对彼此痛苦感同身受后，愿意送上救赎般的存在。我曾站在山顶，感受风的频率，想象光是怎么由一点扩展成山丘。那是一种呼吸过程，像爱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，再扩散到整条街、整个城市、整个地球。或许有人会问，这样的光真的能够被测量吗？或许没有仪器记录，但它能被感受、被听见、被共振。当更多人走出自我限制，当更多人说出或做出温柔选择，地球的频率便跟着回响。这就是那股光。爱不只是浪漫的情绪，它是真实存在的能量。它可以疗愈集体创伤，也能修补我们与环境的裂缝。当我们以爱对待自己，对待彼此，对待自然，光便不会仅存在想象，而是真实发射。这一刻，我们就是那光源，不是依靠谁，也不是依靠什么奇迹，而是因为我们选择了爱。那爱没有条件，它来自对生命原始的敬畏，来自对痛苦与缺失的同理，来自对连结与合一的渴望。当我们不再用过去的伤痛定义自己，当我们不再用恐惧塑造未来，当我们开始用爱去选择每一天的角度，我们就变成了灯塔，一束一束光穿越心灵的海洋，集结成一片照亮全地的光网。而地球，它终究是活着的，它听见我们的节奏变了，它感受到我们的呼吸变得柔软，它看见我们愿意重新定义什么叫共生。于是它开始回应，光从岩石缝隙中透出，从海面反射，从森林湿润的土壤中升起。我想象那光像河流，不断涌动流淌，终将筑起光的海洋。它不是压迫，是共振；不是强迫，是流动；不是单向安排，是多项共鸣。你也可以是这道光，不是去说服任何人，而是在遇到冲突时选择让步，在被误解时选择宽容，在自己的影子前选择拥抱，在别人的痛处前选择陪伴。每一次这样的温柔，都是地球的一扇门被打开；每一次新的善意，都是一盏灯被点亮。当越来越多人都这样做，光就不再是个人，而是一场集体的合唱。地球的光还会越来越亮，因为光不会因为黑暗而消失。当我们挖掘出每一点光，连结彼此，它就会被放大。这绵延不是弱，而是柔韧；这光不是刺眼，而是温柔而能共存。在这趟旅程中，你不必有多么出色，你不必解决所有问题，也不必为了光亮而累垮自己。只要你愿意选择爱，并相信你的那一小片光有力量，你已经在点亮地球了。因为地球的光愈来愈强，是因为我们的爱
正在真实扩展。我们总以为要实现愿望，就得加快脚步，更努力，更积极，更有方向感，把每一件事都掌握好，把每一个梦都尽快完成。但没有人告诉我们，那份看似坚强的努力背后，其实有个声音正悄悄地枯萎。那是我们对自己的感觉。我们是不是还记得，在每天为目标奔跑的过程中，自己感受的怎么样？我曾经陷在一种不够的频率里，无论达成多少事，心里还是空的。我以为那是因为我还没成功，还没显化出真正的结果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静下来问自己，如果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温柔过，我怎么可能相信自己值得拥有丰盛？那一刻，我才惊觉，原来丰盛不是一种结果，而是一种你对待自己的方式。你是否对自己说过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？你是否在焦虑来袭时，给自己一点拥抱？你是否愿意在失落里，给自己一份不被评价的空间？那些都不是浪费时间，那是显化的根。我发现，当我开始练习对自己温柔，不批评，不催促，不责备，我的世界也开始变了。原本卡住的能量开始流动，原本紧绷的关系开始松开，原本遥远的梦想开始慢慢靠近。因为我终于让自己相信，我值得拥有这一切，不是因为我变得多好，而是因为我愿意对自己温柔。那是一种信任的开关，是一种频率的提升，也是显化最深的秘密。丰盛不是你追来的，是你从心里打开来的。当你每天都活在与自己的对立中，世界怎么可能温柔地回应你？你是宇宙对你自身的第一个震动者，你给自己的对待，就是世界对你的态度。我开始让生活慢下来，不是放弃，而是允许。允许自己有情绪，有脆弱，有迷惘。我给自己一个空间，说，你已经很好了，真的。那不是懒散，也不是逃避，而是让灵魂有空气呼吸，让心有时间整合，让我不再把生命活成一场追赶。从那一刻起，显化不再只是愿望板上的图片，它开始是一种感觉，一种由内而外的安稳与开展。当我越对自己温柔，宇宙就越愿意靠近，因为我变得更像丰盛，更像接得住爱的人，更像一个打开的容器，而不是一个封闭的需求者。我不再问我还差什么，我只问我还能怎么更温柔地看待自己。每一次温柔的选择，都是为我的未来铺一条最真实的路。因为显化从不是获得更多，而是与自己合一。那份合一里藏着一切爱、支持、流动与奇迹。而这一切，都从我选择对自己温柔的那一刻开始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有时像是一场遗忘的旅程。我们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忘记了最初的渴望是什么模样。我们被教导要成功，要稳定，要合理。于是我们开始追逐、比较、安排未来，一边努力，一边怀疑。为了满足外在的期待，却渐渐失去了与内在的连结。但有个声音一直在心里，它不大声，却很坚定地提醒你，你真正渴望的不是更多控制，而是更深的真实。我记得，
当我开始真正练习显化时，我曾设定很多目标：金钱、爱情、自由、成就。一开始，我以为显化是得到这些，但当我真的开始与自己对话，我发现我想要的其实是某种感觉，是安心，是自由，是被爱的感觉，是那种我不再怀疑自己，不再向世界证明什么，而是单纯的活在我所示的频率里。那是爱的频率，也是真实的频率。我开始学会听见自己内在的声音，不是头脑的声音，而是灵魂的低语。它告诉我，你不用靠努力去变得值得，你只要记得你原本就是光，就已经够了。显化不是改变自己去配合世界，而是回到最真实的自己，让世界来对齐你。当我这么做之后，我才明白，很多愿望之所以迟迟无法实现，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我还没与自己的真实对齐。我还在以匮乏的信念想要丰盛，还在以自我怀疑的能量寻找爱，还在以不被看见的状态试图发光。但这些频率不会骗人，宇宙永远回应的是你是谁，而不是你想要什么。所以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已经被爱了，我会是什么样子？如果我已经自由了，我会怎么生活？如果我不再怀疑自己，我会怎么看待这个世界？这些问题让我回到一种更真实的存在状态，不是做给谁看，而是为了自己活出完整的频率。当我开始以爱的频率存在，我发现一些东西悄悄地变了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，困难的情境开始流动了，许多我曾经想尽办法都得不到的事情，在我停止用力，开始信任之后，居然轻盈地落到我手中。那不是魔法，是因为我终于对齐了我灵魂真正的渴望。我们不是来学习怎么显化，我们是来记得我是谁，才是显化的起点。当你回到真实，你不再需要模仿任何人，你不再跟别人的节奏比较，你只是诚实地活在属于你的震动中。当你回到爱，你会发现安全感不再来自掌控，而是来自一种信任。宇宙知道我灵魂的方向，我只要回应它就好。你会开始从内在产生稳定，你会开始体会丰盛其实是一种存在状态，而不是外界条件的总和。你的显化会越来越精准，因为你不再是基于缺乏去发出愿望，而是从完整中呼唤自己真正的实相。那是一种我值得，我就是的频率，而宇宙会用一切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回应这样的你。我们都曾这样怀疑过自己，我真的可以拥有这样的生活吗？我真的配得上那份爱，那份机会，那个梦想吗？在一次次的不被理解、被拒绝、被否定之后，我们学会了怀疑，学会了把值得这2个字交给别人来定义，而这正是我们离自己越来越远的开始。我曾经也以为，要拥有我想要的，就必须先做得更好，变得更强，成为某个够好的样子。但我越努力变成谁，内心却愈来愈空。我不再知道自己到底在追什么，只是习惯了告诉自己，你还不够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累了，不想再与自己为敌，不想再用努力来换取被接纳。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什么都不做，
我还值得吗？如果我只是我，没有任何成就，我还能够被爱吗？那是我与自己最真诚的一场对话，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看见了自己里面那个一直在等爱的小孩。我轻轻地对他说：你值得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存在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学习着相信，我值得，我值得被理解、被珍惜、被爱、被选择。不再因为外在条件够好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相信自己就是爱的源头。奇妙的事就这样开始发生了。当我越相信自己值得，我发现宇宙的门一扇扇打开，机会变得柔软，人际开始流动，就连过去总是卡住的那些梦想也开始松动。那不是偶然，是因为宇宙一直在等我校准频率。它不是不给，只是等我先成为那个可以接住的人。而那个接住奇迹的容器，就是我知道我值得。如果你曾觉得宇宙遗忘了你，不是因为你不够特别，而是因为你还没让自己相信，你值得它全部的爱与支持。信念就是讯号，你给宇宙什么讯号，宇宙就用那种方式靠近你。当你充满怀疑，它只能在远处守候；当你发出信任，它才得以涌向你。我开始不再强求每一件事都照计划发展，我只问自己：今天的我能不能多相信自己一点？能不能不再用过去的失败定义自己？能不能在还没有证据之前，先选择相信自己值得？每一次的选择都是能量的转换，每一次的相信都是一封给宇宙的邀请函。我们太习惯等待外界来证明我们的价值，却忘了真正的显化是从我们给自己的认可开始。当你开始相信自己值得爱，爱就会来。当你开始相信自己值得丰盛，丰盛就会靠近。当你开始相信自己值得被看见，全世界都会看见你。你是光，是频率，是磁场。你的信念就是你最强大的显化工具。所以，请每天练习告诉自己：我值得，不是因为我完成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本来就够好。宇宙不会忘记你，它只是等你先不忘记自己。当你越相信自己值得，宇宙就会越愿意靠近，然后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刻，轻轻对你说：我一直都在等你张开手，接住你原本就拥有的一切丰盛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